我们为什么要探索巨树？那我是觉得这树对于所有的人来说，这多普通啊，多熟悉啊，谁没见过树啊？因为过去那么多年，谁关心过一棵树？今年5月，中国西藏东南部的原始森林中，遥感探测发现众多95米以上、最高超过100米的藏南柏木，这意味着中国最高树的纪录达到了世界第2，是国内前所未有的重大发现。这一次，什刹岛与野性中国一起携手科学家、攀树师，前往这片世界级巨树森林，寻找中国最高树种，测量巨树的精确高度，为它拍摄证件照，并考察当地生态。那我想，我们接近巨树的过程，也应该是一个朝圣的过程。如果停止100米的话，这已经不止100米的树了。我想通过这样的一种形式吧，我也特别想把这样的一种我们人类对自然的一个敬意传递给更多的人。这就是我们大树探索的最重要的意义之所在。2009年，美国国家地理报道北美红杉巨树森林为世界最高树拍摄等身照，从此巨树森林进入公众视野。人们不禁发问，在广袤的中国大地是否也同样存在着世界级巨树？2021年，中国科考队在云南高黎贡发现一棵72米的台湾杉，此后中国最高树的记录从76米、83米、84米到如今超过100米，世界第2，这个记录还可能继续刷新。我们去年拍了83.4米的黄果冷杉，那在全球的大树里面也只能排到后面，那是属于第4梯队了。随着这个巨树群落的发现，我们现在马上跃升到了第2梯队。巨树课题，它一个是本身很重要，因为它代表了一类生态系统，它在环境的一个影响下能够发育的一个极限的一个值，树越高，表示这个生态系统它越特殊。我们徒步的距离大概是800米到1公里之间，需要走50分钟，大队的人马。大概再从第100米到第400米有蚂蟥，没那么可怕，蚂蟥会引起心理的不适，啊，然后呢，但是它其实挺好的。准备好了，我们就出发。这是全球森林的整体高度分布。如果将有记录的最高树木标注出来，我们会发现，世界上最高的树群分布在北美西海岸，前10名中占据5名，其次是马来西亚群岛、澳洲塔斯马尼亚、中国的台湾岛和西藏东南部林芝地区。巨树科考队这次深入考察的原始森林位于林芝东北部波密县的通麦。不好走路啊。第3任滑不大的细，第3个长焦就不大的细。我们此刻呢是在藏东南，也是中国最好的森林。那102米的中国目前最高的巨树啊，我只敢说目前，因为来到这样的森林里面，觉着是不是还能有更高的？在这边不要停太长条，尤其树底下蚂蟥最多的。正说着呢，就在我手上出现了。没有，目前没有。哦，对，在后面队伍没跟上，怕迷路。好 ，OK， 这个地方是最容易迷路的。
没可能有更高的。有可能，这个东西现在看很有可能，对，来的路上你看都是很高，对。这个区域的湿度呢，其实非常大的，湿度大呢，其实也是孕育这些世界级的巨树的一个必要的一个条件。雅鲁藏布江在这里冲破喜马拉雅东部的群山，向南奔涌，形成世界上最长最深的峡谷，成为印度洋水汽和热量北上青藏高原最大的通道。我们要寻找的通脉巨树森林，就位于这条通道的正中轴，雅江两大支流义贡藏布和帕隆藏布的交汇处。这里是全国降雨量最大的地区之一，常年云雾蒸腾，再加上海拔落差极大的地势，塑造出垂直气候带。从山巅到峡谷，从高寒草甸到热带雨林，方圆几十公里的范围包罗了所有气候带的生态系统，也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最高的地区之一。我的天，太棒了！据以前的测量，这棵树是102米高，在全球的树种里面是第2高的树。雷达的方式更快，但是要确定具体某一棵的话，还是要实测。刚才在3个地方采了一些典型的树高，普遍都能达到99米上下。巨树科考队发现有2棵巨树可能超过100米，按照发现顺序，分别命名为1号树与2号树，决定都进行攀爬和测量。来，准备，3、2、1，好，漂亮，来，那还没有，倒带注意松一下。郑老师他们的任务非常艰巨，今天。我们就这样嘛，我们就分配的工作就是这样的。郑老师一推到底，把最高的做好了之后，我爬上去找一个合适的科学家最合理的位置，保护树的安全，保护人的安全。对，看他的判断嘛，这树的安全和人的安全同时要考虑。涡轮、下降器、扁担。郑老师，完毕。收到。注意头顶的树枝，注意安全。收到。好，大家稍微落开一点哈，它可能会有落枝，马上到这个区域。最辛苦的一个人就是先锋领攀，接近30米这个位置的话，我们就用那个先锋攀树的方式，然后呢直推到树的顶端。那边的不确定性因素，小的意外或者是我们叫变量吧，就会多很多。在整个国际，包括现在整个攀树领域和国际的巨树科考领域，我们的装备技术、环保的理念以及采用的方法和手段，都已经是很成熟和科学的。郑老师，现在是在固定锚点了吗？没有，我可以再往上一点，但锚点我希望打低一点，不要那么高。郑老师，现在离登顶还有多远？大概？我觉得还有30米左右吧。哇，加油！会稳步向前的。郑老师上去以后说，简直是太漂亮了。那我觉着呢，我想郑老师在攀登的过程呢，也是代表我们整个团队一个朝圣的过程。
这是我们对大自然的一个致敬，用我们这个独特的方式。那你先目测大概还有多少？10几米是有的。太棒了，太棒了！注意安全，注意安全，肖老师。那这个整个林子这边还有多长？现在可能在10米以内。如果是100米的话，这已经不止100米的树了，已经快接近顶部了。哇！在这之前无人企及的高度，这就是野外的这种魅力吧。我们做一个巨树的基础信息的一个测量，就是树高、胸径以及树桩的上下点位。上面的顶点是由攀树教练控制的，加上延伸杆的一部分，以及下面的一个数字，就是整个树的一个高度。现在差不多是在81，胸径是树桩裸露的上点，再往上1.3米处的一个胸围，然后给它做一个这个直径出来，9.04米，所以它的胸径换算一下就是288厘米。再图会变95.4，95.4，95.4。我现在拿鱼竿再去测一遍，刚才是刚刚好够到，我把鱼竿拿出来。现在卷尺所在的高度大概是在1.4米左右。多少？现在读数是多少？现在读数是99.6， 19.6减1.6米，减去2.44米，加上4.5米，再加4.5米，这就对了。好的，那现在我在鱼竿这个位置做个标记，我看一下这段距离有多少。OK， 注意安全，拜拜。现在已经碰到了这个测值的最高支点。毛驴这一段需要减多少？2.1米，减2.1米。然后明天我再测3次，然后就好。你们测算一下，我现在拿这个鱼竿再去测一遍。没关系的，数据重要，但没有生命重要，注意安全。经过攀树师多次测量，最终确定2号树高度为99.5米，没有破100。在遗憾的同时，1号树能否真正超过100米，成为了最后的悬念。上好了保护器，准备爬。树梢各量了3次了，测量的工作就先结束。可以读数。104.3减1.17，就是这次最后量的 ，OK。活体高度这边测量的是第2次是103.15，第3次是103.13。但还是超过100米的，这也是让人开心的一件事情。
觉得应该还是可以占据世界第2的宝座。完毕。在长达15天的科考中，我们共发现约260棵70米以上的高树。经过多次测量，最终确定，目前的中国最高树是这次考察的藏南柏木1号树，活体高度为101.2米，这就是世界第2的高度。现在是空的，之前比较在底下还有2个脚声，他现在他之前胸声。用的有胸声。这个中间可以把那个脚声慢慢就可以带着，慢慢来，慢慢来。好。借助我们攀树师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和安全的保障，我们能让科学家上去，可以到树上去看它的生长的情况，看附生植物的情况，可以看这个树的一个生态。好，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70米的高度，可以看到这一片呢，树枝上也还是附生了很多的兰花。近距离呢，可以看到这里还有苔藓、地衣、废衣。那我们再去看看远处。可以看到大概有9丛，生长状态也比较好，花期可能要稍晚一些。到它花期的时候看看它到底具体是哪一个物种。中国那么大，对吧？那这样的力量还是远远不够啊，所以才需要我们去做更多的探索，把中国这块土地的美好，实实在在的美好，让更多的人知道、感受。我们的国家还幸运地保留了世界上第2大的，这样的一个巨树的群落，而且我们有树种里面的第2高，这个是非常幸运，非常非常幸运。那所以到了今天呢，我们也想用这样的一种形式，让大家看到这个地球上最庞大的生命体。你只有到了巨树底下，才知道自己的研究是那么的微小。但当你在树上，你去感受到，这样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生态系统，一个不同的植物组成的一个世界，还有各种的动物在上面活跃的痕迹，你就会变得越来越兴奋，对这棵树有更多的一些感知。我觉得树木是有一定的疗愈作用，特别是当人生处在自然界的头脑彻底放空的时候，树能给我们带来平静。未来应该还有更高的一些树木可以被发现，甚至有超过北美红杉的一些树种也是存在的，就是有待我们继续深入的一个调查。